战印再拿起那只招财猫，听到妻子说道：“你这只招财猫比我送给商小姐的那只要大一点，我做的也更认真啊，怎么样，像不像？”听到自己这只比商小飞的更大只，战印心里莫名就觉得欢喜，面上却不显，淡淡的嗯了一声，像。海童笑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他把车钥匙放在茶几上，转身就往厨房走去。我煮碗面条当宵夜，你要吗？不等战印回答，他又自顾自地说道：“哦，我忘了，你说你是不吃宵夜的，怕长胖。”战印都让他说完了，他还能说什么呀？不过他也不饿。海童在厨房里煮面条了，战印略站片刻，便转身走到厨房门口，并没有进去，就站在门口看着海童在洗葱还有香菜。他煮面条很喜欢放这两样小菜，然后再煎一只荷包蛋，还要放醋。他说放了醋有点酸味，更好吃。海童的手机响了，他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嘴里嘀咕着：“这么晚了，谁还给我打电话？”当他看到来电显示是张念生时，蹙了蹙秀眉，不过还是接听了张念生的来电。战印听到他问：“念生怎么了？”张念生的电话。战大少爷的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，变成了兔耳朵。海童姐，你姐夫是不是叫周鸿林？张念生回到家后才想起周鸿林这个名字熟悉的由来，好像海童姐夫就叫这个名字。他立即就打电话向海童求证，当然他也有私心啊，他想让海童对他心生感激。我姐夫是叫周鸿林，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战印听到这里便猜到了结果。他并没有打断两个人的通话，而是转身就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随即打电话给苏南。等苏南接电话后，他低沉地问道：“苏南，我请你帮我调查周鸿林出轨的事，还没有结果吗？”“有了，我想着明天连同相片一并拿去给你的。周鸿林是有出轨之心，不过他和他的小情人还没有开过房呢，就是说他们现在是谈着恋爱，没有发生关系。周鸿林除了送过珠宝给他的情人，房子、车子暂时还没有。我的人拍到的相片都是他们出双入对的，偶有几张带点亲热的相片，也就是亲亲嘴、搂抱搂抱，更过分的就没有了。”苏南觉得叶佳妮这个小秘书挺会撩的，还很有手段，不着急现身，那样才能吊着周鸿林啊。人都有劣根性的，越是得不到的，越想得到。周鸿林对你大姨姐抠门的很，但对他的小情人叫做叶佳妮的女子却是非常大方的，经常会带她去管城大酒店吃饭，也多亏他常带着叶佳妮去管城大酒店消费，查起来容易得很。管城大酒店是战氏集团旗下的酒店呢，由笑面虎战三少管理着。战三少与周鸿林又是见过面的，这么晚了打电话问这件事儿，怎么你大姨姐发现丈夫出轨了？还没有，但有人抢我的功劳。苏南，谁这么大胆抢你的功劳？战印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得罪咱们战大少爷的下场。浓浓的八卦风呀。哦，我猜到是谁了，你的情敌吧。苏南又不笨，还相当聪明，很快便猜到了张念生身上，主要是张念生今晚是去酒店参加商业酒会的。他在张氏集团还是个小职员，但他是张氏内定的继承人，张家少爷的身份足够让他在酒会上如鱼得水，被人奉承八戒。战印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。要不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。你是住在明苑花园吧？他是知道好友为了试探总裁夫人的人品，隐瞒身份结的婚，还特意跑到明苑花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。不用，明天再给我就行，很晚了，你休息吧，我也洗洗睡了。苏南是全程目睹战印和海童的事，但战印还是不太愿意和苏南说太多，很快便挂了电话。苏南就嘀咕着，你今晚能睡好吗？情敌都抢功劳来了，战印能不能睡好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海童听完张念生的话后，并没有太多的意外，有的是愤怒。念生，谢谢你告诉我。海童的愤怒没有马上爆发出来，他向张念生道谢，还问道：“你可有他们的照片？总要有证有据，证明张念生遇到的就是周鸿林那个渣男。”“我没有和他们合影，
当时就觉得他的名字耳熟，一时又想不起谁提过他的名字。到家后我才想起来，你姐夫好像就是这个名字，所以打电话问问你。海彤姐，你让你姐注意点，悄悄搜集证据，还要预防着她转移财产什么的。我会的，谢谢。张念生笑道，海彤姐，这是动动嘴皮子的事，不用道谢。那我不打扰你休息了，海彤姐，晚安，明早我给我君姐送她爱吃的早餐过去。海彤姐一起吃吧。张念生经常给自家表姐送吃的喝的，其实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是想送给海彤吃的，可他不能打着那样的旗号。不用了，你就给小军送吧，我会和我老公一起吃过早餐才出门。战印说张念生喜欢他，海彤不知道他看得准不准，但有一点啊，他是得和张念生保持着距离了。他已经长大成人，不再是当年那个他们不带着他玩，他就哭得满地打滚的小屁孩了。他刻意提到战印，那是提醒着张念生，他以为人妻。张念生听到他提及她的丈夫，笑意便僵了僵，半晌啊，他说道：海彤姐，晚安。主动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。张念生往床上一躺，仰望着天花板，想到他默默喜欢了多年的海彤姐嫁给了别人，他的心就揪得紧紧的，有痛感。他知道海彤姐需要闪婚找个地方住，才能让他姐姐放心，也知道海彤姐闪婚时没有想过找他帮忙，是因为他比海彤小了3岁，海彤姐把他当成弟弟啊。他为什么要比海彤姐小3岁啊？他妈妈应该早点生他的，哪怕与海彤姐同年，海彤姐都不会把他当成弟弟。沈姑姑还怪我这个当妈的了。海彤吃面条的时候给姐姐发微信，她先问姐姐睡了没有。海玲没有回信息，直接是打语音电话的。她觉得打字太费时间，还不如直接通话。彤彤，我还没有睡，你刚回来啊？海玲很清楚妹妹的作息时间，以前住在她家里，妹妹是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。海玲知道妹妹是怕她丈夫不喜，才会早早起来给他们一家3口做早餐、做家务活的。妹妹做了那么多事，结果还是被周红林嫌弃白吃白住什么的，明明就给了钱。枕边空空，海玲也不在乎了，她现在只关心妹妹。在吃宵夜。姐，我跟你说件事，念生今晚去管城大酒店参加商业酒会，遇到了我姐夫，他身边有个漂亮的小妞，念生说他对那个女人特别好，2个人亲热的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。念生没有见过我姐夫，就是听我说过姐夫的名字才想起来，便跟我说了一声。也是微号电子公司的经理，我觉得8、9不离10的了，你自己小心点，留意一下周红林的一举一动，别被他转移财产，更要保护好自己。这年头太多杀妻的事情出现，海彤首先就是提醒姐姐要保护好自己。男人不好，离了就是别为了一个渣男丢了性命，那样太不值得。听了妹妹的话，海玲久久不语。她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，猜到周红林可能有外遇了。毕竟她才30出头，现在事业也有成，长得也不差，不说外面锦市公司里就有不少年轻的小姑娘啊。她天天面对着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再回家看到为了生孩子身材走样的她，会嫌弃，会喜欢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太正常了。她也在做着和周红林离婚的准备，可是真正听到妹妹说周红林可能出轨的消息，她还是如同被一盆冷水淋得透心凉，痛楚如海潮，以排山倒海之姿扑来，快速地把她淹没。未说话，她的泪先流。她和周红林是校园恋，毕业后依旧维持着恋情，相识12年，恋爱7年，婚姻3年，以为能白头到老，现实却很残酷。她头发未白，情先断。父母早亡时，她领着妹妹艰难生活，那时候周红林对她和妹妹都很照顾，时刻安慰着她，鼓励她，帮过她很多的忙。刚确定恋情时，她对她更是千依百顺。不说热恋期，刚新婚那会儿，周红林对她都还是极好的。周红林变心，既有她的原因，也有她的原因吧，就是她生了孩子后，重心放在孩子身上，加上哺乳期为了有奶水，
吃了很多有营养的汤水。他属于那种没有管住嘴就会肥胖的人。哺乳期他就开始越来越胖，加上婚后听了周鸿林的情话，相信他能养他。没有了工作，断了收入来源，为了省钱，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，整个人就变了，与婚前判若两人。海玲知道真正深情的男人，不管妻子怎么变都会依旧深情的，但大多数男人都会在妻子身材走样后，又没有收入来源时，对妻子生出嫌弃之心。说到底，还是他和周鸿林的感情不够深。姐，你还好吗？海玲抹了一把眼泪，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。我猜到了，只是没想到来得那么快。周鸿林出轨，但还瞒着他，没有跟他提离婚。他猜的没错的话，是因为洋洋吧？洋洋还小，离不得人，他的公婆又帮着闺女带娃做饭。周鸿林向来是个眼歪的家伙，眼里只有自己的家人，连他自己都会偏帮着姐姐，就父母帮着姐姐，他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。他们一旦离婚，周家必定会争取洋洋的抚养权。但周鸿林会心疼父母带2个小娃娃累着，除非周洋上幼儿园了。周鸿林大概是等着儿子上幼儿园后就跟他提离婚吧，现在只会对他冷暴力。姐，现在也还没有证据，你先别声张，咱们搜集到证据了再说。我就是提醒你，让你有个心理准备，预防他心毒对你痛下杀手什么的。海彤听出姐姐话里带着点哭腔，并没有戳破姐姐，姐姐也需要时间来发泄一下。如果哭能发泄出来，她会由着姐姐痛哭一场。用3年的婚姻看清楚一个男人的嘴脸，很惨痛，但姐姐还年轻，才30岁，周鸿林既已出轨，那这样的男人就不必留着过年了。彤彤，姐会的，你吃宵夜吧，姐没事的，姐在努力找工作，本就是为了离婚做准备。突然失去双亲，又遭遇到父母的亲人无情对待，她都没有倒下，带着妹妹艰难地走到如今。不过是丈夫出轨，又不是天塌下来了，她海玲是不会被压倒的。姐，你也早点睡吧，别想那么多，也有可能是同名同姓的。这句话海彤都知道是自欺欺人啊。好，海玲主动结束通话，然后手机随手放在身边，侧身看着儿子那张熟睡的稚脸。海玲再也控制不住，拉高了被子，咬住被子痛哭，边哭边伸手摸着儿子的小脸。真离婚了，他的儿子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。可他又不是那种为了孩子就忍受婚姻支离破碎的人，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，但有时候破碎的婚姻不结束的话，对孩子依旧伤害很大。洋洋现在还小，并不懂什么叫做离婚。如果他争取到抚养权，他不会阻拦周鸿林看望孩子。但周鸿林拿到了抚养权，以周家人的尿性，他是真不敢保证自己还能看得到孩子。小小年纪就被迫与妈妈分离，长期的母爱缺失，才是对洋洋最大的伤害。洋洋，海玲一边抹着泪，一边摸着儿子的小咬牙发誓，妈妈就算是倾尽所有，也要争取到你的抚养权。周鸿林没有照顾过儿子，公婆也是逗着玩的居多，真把儿子给了他们，还不知道小家伙会受到怎样的冷落及伤害呢。还有周鸿英的儿子一向都是欺负洋洋的，洋洋要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受到的欺负将会更甚。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呀。周洋睡得香甜，并不知道他父母的婚姻快要走到了尽头。海玲哭了很长时间，在周鸿林回来后，她才抹了眼泪，装着睡着的样子，耳朵却竖起来听着外面的动静。自从家暴事件过后，夫妻俩已经分房而睡，周鸿林大概是怕在睡着时被海玲剁了吧。房门被推开，但周鸿林并没有进来，就是在门口站着看了2眼，见妻儿都睡着了，他便关上房门，转身回到旁边的次卧。门一关，他就打电话给叶佳妮，周经理，不是在公司里，叫我鸿林。周鸿林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怕被隔壁的妻子听见吧。鸿林，你到家了吗？我好担心你哦，你喝了那么多酒，还自己开车回家，我都担心死了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哈，酒驾很危险的，万一被交警抓到，你就麻烦了。
叶佳妮在电话里表示了一番对周红林的担忧，把周红林哄得甜丝丝的。我听你的，下次不酒驾了，下次我请个代驾。佳妮，早点睡吧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晚安。周红林一颗心几乎都放在叶佳妮身上了，今晚2个人一直在一起，才分开。他便又想着叶佳妮了，想她那漂亮的脸蛋、曼妙的身材、甜甜的嗓音，不管哪一样，他都想。可能是喝多了酒吧，仅是这样想着叶佳妮，周红林就觉得浑身要冒火了。红林，早点睡，明天我们还要上班呢，晚安，我会在梦里想你的。叶佳妮说着，还对着手机吧唧了一下，亲亲你。周红林笑着，这样亲不到我，明天你得给我补上，我要法式的深吻。佳妮，我真的好想，你懂的。红林，晚安。叶佳妮故意忽略他话里的深意，娇滴滴地说了声晚安，便挂了电话。周红林被叶佳妮的娇美撩得火更旺，可是叶佳妮总是吊着他，不肯跟他更进一步，简直就是小妖精。周红林低喃，偏偏我就喜欢你这种小妖精。虽说被小妖精撩得火了，周红林还给叶佳妮转账520以及1314，最后才添个亲亲的表情。叶佳妮很快便领了他的转账红包，然后又给他发了2个红包。叶佳妮给他的是5.2元以及13.14元，还俏皮的用文字表达：红林，我始终爱你多一点。把周红林那个美呀！2个人又用微信卿卿我我聊了半个小时，才罢休。想了想后，周红林离开了次卧，回到主卧房前，推开门进去。海玲已经压下了内心的悲伤，平复心情，昏昏欲睡了。忽又听到开门声，他翻转过身来，睁眼便看到了周红林走过来。他冷冷地问着：“你进来做什么？”周红林脚下一顿，随即理直气壮地道：“这也是我的房间，我回我的房间睡觉，不行吗？不怕被我剁成肉酱了？”海玲这话充满了讽刺。周红林不搭理他，走过来，自顾自地脱鞋，就爬上床去，往儿子身边一躺。喝了那么多酒，臭死人了，还不去洗澡？海玲嫌弃地用脚踢了他一脚，知道他出轨了，用妹妹的话说，暂时别打草惊蛇，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先暗中收集他出轨的证据，免得他否认。至于周红林会不会对他下毒手，海玲觉得他还没有心狠到那种地步。况且现在的科技发达，警方查案的手法也是越来越高明，他只要敢害他，就会有东窗事发的一天。他不会舍得拿他的前途以及他的命来换他的命。周红林骂骂咧咧的，但还是去洗了澡。从浴室里出来，他再次在儿子身边躺下，不过没2分钟，他就坐起来，从儿子的脚底下爬过来，摸上了海玲的大腿，意图非常明显。他对海玲的身材是倒尽了胃口，可是叶佳妮吊着他现在火要烧身了哈，只能和海玲过夫妻生活，反正他们也是合法夫妻。以往呢，他这样一摸，海玲就会配合他。今晚他才摸到海玲的大腿，就被海玲一脚踹去，猝不及防的，他被海玲踹下了床，跌坐在地上。周红林那个愤怒呀，爬站起来，指着海玲就要暴骂，但见海玲滑下了床，随手就抄起她的拖鞋，气势汹汹的准备干架。他一下子就想起了被海玲操着菜刀追了5条街的情景，想骂人的话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滚！海玲一拖鞋扔过去，低冷地呵斥着：“敢吵醒我儿子试试？”周红林手指指着他，脸涨得通红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气恨恨地走了。海玲去关上了房门，还把门反锁上。如果1个小时前没有和妹妹通电话，或许他还真将就地和他那啥了，毕竟他们还是夫妻。但知道周红林出轨了，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出轨，他都无法再接受他，嫌他脏。周红林出来了才敢骂他，就那满身横肉的丑样，我也就是摸黑才能啃得下。灯光开得太亮，我还不想碰你呢，给你脸吧，不要脸。以为你还是以前那副天仙样，不让就不让吧，以后都休想我碰你一下啊。周红林决定冷暴力，让海玲尝尝惹他生气的下场。他就不信才30岁的海玲就能一直当尼姑了啊！
骂了好一会儿的周红林才回到自己的房里，然后又去洗了一次澡，洗的冷水澡，这才倒回床上呼呼大睡。隔天等他醒来的时候，海玲和儿子都不在家了。他洗漱后习惯性的进了厨房，来到煤气灶前，每一个锅盖都揭开来看看，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我真是请个保姆都比娶个老婆好，有老婆等于没有老婆，早餐都不做。老子天天上班，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他在家就带个孩子，连碗粥都不给我煮了，要他有何用？周红林揉了揉肚子，饿得很。打开冰箱，看到冰箱里面的食材都不多，周红林本想给自己下碗面条的，想了想，还是放弃了，因为他不善厨艺。婚前有父母姐姐给他做饭，婚后有海玲姐妹俩做饭，他就是当大爷的料。从厨房里出来，看看挂在墙上的那只钟，不过是清晨7点。海玲带着儿子大清早就去哪里？难道是去菜市场买菜了？海玲并没有去菜市场买菜，她现在白天都是找工作，晚上回来后才会去市场买点菜，因为晚上市场的菜便宜，能省点钱。工作还没有找到，老公又靠不住了，然后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还是多得妹妹当初的小心思，让她存了点钱起来。其实刚结婚时，她要辞职回家备孕，妹妹是反对的。妹妹说她们女人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都要有自己的收入，不要完全依赖男人。老公对自己好还没事，老公一旦对自己心生嫌弃或者出了轨，没有工作就是没有收入，处于劣势，很容易就被打入万丈深渊。是他太傻，坚信他和周红林的感情深厚，周红林不会背叛他的。他叫他出钱装修他们住的那套房子，他想着那是夫妻俩的一个爱巢，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也是他享受啊，所以他答应了周红林，把自己工作多年存下来的几十万全都掏出来装修了房子。他叫他辞职回家安心备孕，他养他。他信了他的甜言蜜语，婉拒了上司的挽留，辞职了，从职场回归家庭。结果他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身的伤害。海玲推着儿子步行着去妹妹的书店，他没有直接去明苑花园，怕大清早的过去会打扰到妹夫。边行边想着往事，就忍不住那个眼泪流。他以为自己已经在为离婚做准备了，就不会伤心，是他高估了自己，他会伤心，还是很伤心。毕竟认识了12年，说没有一点感情了，那是假的哈。被海玲放坐在儿童手推车上的周洋还没有睡醒的，是海玲抱着他出门，然后再放他坐在车上继续睡的。就算换了地儿，小家伙睡的也是安安稳稳的。海玲就这样推着睡着的儿子，像个木偶似的步行着走。与此同时的海童做好了早餐后，他没有吃，直接洗干净2个保温饭盒，打包了2份早餐，给战印留了1份。然后拎着2只保温饭盒，他脚步匆匆地从厨房里出来，刚走出来就对上了战印。战先生早安。海童问了声早安，早餐我做好了，你那份还在锅里热着，等会儿你自己盛来吃，我包了皮蛋瘦肉粥。战印看看他手里提着的2只保温饭盒，问他你没吃啊？我还没有吃，我去一去我姐家里，洋洋爱吃皮蛋瘦肉粥，我给他送点过去。姐夫出轨的事他没有瞒着姐姐，昨晚就告诉了姐姐，今早就担心姐姐因为这件事无心吃饭，所以他包了皮蛋瘦肉粥，打包送过去，能喂洋洋吃1碗，不至于饿着姐姐和外甥。他打包的多，他和姐姐分着吃也能吃饱。姐妹相依为命多年，姐姐虽说在做着离婚的准备了，但姐姐和周红林恋爱7年，婚姻3年，等于是10年的感情，真到要撕破脸时，姐姐肯定很难受的。战印知道他这般急呼呼的要去大姨姐家的原因，我陪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你还没有吃早餐呢，等会儿你也要上班了。战先生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吃早餐，吃完后把锅洗了。海童叮嘱了自家男人一遍，就提着2只保温饭盒匆匆的走。他刚下到1楼，就听到了自家男人的叫喊声。那些装着在附近散步的保镖们看到大少奶奶下楼时，本能的被转过身去，
装着没有看到海童的样子，继续慢悠悠地散步。没多久，又听到了他们大少爷叫喊大少奶奶的声音。海童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战印。战印拿着车钥匙对海童说道：“还是我陪你过去吧。”他那位大姨姐面对周红林的家暴时，勇敢的反抗，就是个烈性子的，不是那种愿意委曲求全的人。知道了丈夫出轨的事，海玲能忍吗？说不定夫妻俩又干架了呢。战印知道妻子拳脚功夫练得不错，周红林欺负不到他，但还是得有个男人跟着，至少周红林或者周家人看到他在不敢太嚣张。他是他的夫，本就是他的靠山，他希望他遇到任何困难时能给他表现一下的机会。战印伸手从海童的手里拿过了保温饭盒，再腾出一只手拉住了海童的手，拉着他走向他的车。等会儿我送你回店里。既然他要陪他去，海童便没有再拒绝。决定到了姐姐的家里后呢，再在姐姐家里给他下碗面条，反正不会让他空着肚子回公司的。昨晚我听到你和姐通电话了。战印当然不敢说自己早就让苏南去调查收集周红林出轨的证据了，更不敢说他在酒店偶遇过周红林和小三，那时候夫妻俩还在冷战呢。况且他并没有看到周红林，是保镖告诉他的。海童沉默了一下后便说道：“念生昨晚去管城大酒店参加了一场商业酒会，结果在酒会上看到我姐夫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亲亲热热的，那应该是他的情人吧？周红林那个混蛋出轨了。我没有瞒着我姐，都跟我姐说了，这种事不能瞒着。周红林以及所有周家人对我姐本来就是越来越不好，我姐已经被伤得透心凉，她在出轨，我何必瞒着我姐？瞒着姐姐，那才是对姐姐最大的伤害。海童是宁愿姐姐短痛，也不愿意姐姐长痛的。他宁愿看着姐姐现在痛不欲生，也不愿意姐姐的后辈子都在委曲求全。天底下好男人多了去，离了周红林，难道他姐就没有未来了吗？哪怕他姐离了婚，不打算再嫁，但不用被婆家人指责辱骂，不用承受丈夫的冷暴力，自由自在的，难道不香吗？当然，海童还是希望姐姐离了周红林后能重新站立起来，找回以前的自信，自强自立的。要是能找到新的幸福，那就更好了。战印专制地开着车，听了他的话，他说道：“你做得对。”他话里藏着隐忧，大概是担心自己做错了，会遭到姐姐的怨怪吧。得到战印的支持后，海童一颗心忽地安定下来。不过等会儿你还是问问姐姐的意思。周红林要是说跟外面的女人断了，他愿不愿意原谅，还要不要过下去？战印是第一次为人夫，但他听说过很多男人出轨后被妻子发现了，都会痛哭流涕的求原谅，保证会跟小三断了的。有些妻子愿意给丈夫改错的机会。他提醒海童，最好还是先问过大姨姐的意思，想离是一条路，不想离又是另一种安排。海童想说姐姐肯定不会原谅的，想了想后还是嗯了一声。一路上夫妻俩没有再说话。战印本来就不擅长和人闲聊，海童担心姐姐又没有心情找话题。车内安安静静的，战印连音乐都没有放。海童偏头看着车窗外面的街景，快到光明小区时，海童便打电话给姐姐。姐姐接了电话，她松口气：“姐，你和杨洋起来了吗？我包了点皮蛋瘦肉粥，包的有点多了，给你和杨洋送点过来。”海玲停下来看儿童推车上的儿子，说道：“杨洋还没有醒来，彤彤姐不在家里了。我推着杨洋出来散步，走着走着快到你的书店了，直接去你的店里，不回家了。这样吗？你在哪里？发个定位给我，我们现在过去接你一起回店里。”好啦，走得太远，海玲也累了。她又是个肥胖的人，走了那么远的路更加累。她把定位发给了妹妹。海童收到姐姐的定位后，对战印说道：“战先生，我姐不在家里，她去我店里，现在还在路上。你去这个地方，我们接上她和杨洋在一起回店里。”好。战印看过海玲发过来的定位，便在可以转弯的路口调转车头，走另一条路。海玲觉得她走了很远的路，
战印开车过去就不用多长时间，不过是10分钟的车程，便到了海玲所在的位置。海玲推着儿童手推车停在路边等着。姐，车一停稳，海童下车走向姐姐。小姨，杨洋刚醒来，还有点昏昏欲睡的样子，看到小姨了就来了精神，伸出双手要海童抱他。洋，海童抱起了外甥，对姐姐说道：“姐，先上车吧。”战役下车，帮忙把儿童手推车折叠起来，放上了车。又等姐妹俩上了车后，他才回到车上，把车子开动。姐妹俩都坐在了车后座。洋饿了吗？海童不急着问姐姐的意思。周洋是才2岁多，但大人的谈话，他多少都能听懂一些。海童不想让外甥听到周鸿林出轨的话。怎么说，周鸿林都是周洋的亲爸，不管当爸的做了多少坏事，都不适合在孩子面前说他的爸爸有多坏。饿了，周洋还摸摸肚子。我带了奶粉呢。海玲说道，在车上不好喂，还是等到店里了再给他冲奶粉吧。洋想喝奶粉还是吃粥？海童问着小外甥。我要粥。海童笑着在外甥稚嫩的小脸上亲了亲，说道，好，等到了小姨的店里，小姨就喂洋吃粥哈。小姨给洋那个包了皮蛋瘦肉粥，是洋爱吃的。周洋因为是刚睡醒的，还能忍一忍，便嗯了一声，把外甥的头按压在怀里。海童心里痛，要是姐姐离婚后没有争取到洋的抚养权怎么办？周家那一家子都是极品，和他们老家的那些亲戚有的一拼的。洋要是留在周家，都不敢想象他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。洋自出生开始就是姐妹俩带着海童是外甥如亲生的，疼之入骨。他一想到外甥会被判给周家就心慌。姐，真到了那一步，洋的抚养权一定要争取过来。海童轻声说道，留给他们，洋过不好的还会被欺负。海玲咬了咬下唇，轻声说道，倾尽我所有，我都会争取到洋的抚养权。战印边开车边说道，姐找到工作后再打离婚官司争取抚养权，否则很容易失去抚养权。虽说孩子是海玲在带着，孩子也更亲近妈妈，但海玲没有收入，这样就不利于她争取抚养权，除非周鸿林主动放弃洋的抚养权。我会努力找工作的，哪怕是一份普工，为了洋我也干了。他现在无法应聘到财务总监这个职位，其他职位都应聘不到，可能是别人嫌弃他太胖吧，形象不好。本来还想慢慢找的，周鸿林出轨了，他不能再挑，只求先有一份工作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很快便回到了店里。战印没有进店。战先生，这个给你。2个保温饭盒，海童给了一个战印，说道，你没有吃早餐，这个给你带回公司里再吃，不能饿着肚子，会饿坏胃的，我在店里再重新煮过。战印眼神深深地看着他足足1分钟，才从他手里接过了那个保温饭盒。海童，我有个朋友很擅长打探消息，我拜托他帮你姐打探消息，收集周鸿林出轨的证据，你跟姐好好谈谈，不用担心的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。战先生，谢谢你。每次他姐妹俩遇到困难，他都会想办法帮忙解决，他也很有本事，不管是什么困难，到了他手里都会轻松解决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们现在还是夫妻，不必那样客气。海童也深深地看了他片刻，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男人，虽说有时候心眼小，爱质疑他，很多时候还是不错的。路上开车小心点。好。夫妻俩道别后，战印便开车走了。到了某条街道的路口，看到了他的专车以及保镖车，他开车过去，再慢慢地停下了车，然后迅速递上了他的专车。那辆东风商务车便由保镖开着，跟在保镖车后面一起往战氏集团而去。还好今天没有商小飞在公司门口等着。商小飞不是不想等着战印，是他等的地方不对。他还在豪庭别墅区的那条路上等着战印，结果他等了一个早上，也没有看到战印的专车经过。知道战印名下房子多，没有等到战印经过。
商小飞便知道战印昨晚没有回豪庭别墅去过夜，不知道他昨晚住在哪里。看来他这个计策不能再用了。那用什么方法？商小飞带着求助的意图又去了管城中学找海童。他还知道在点心店里买了几盒点心，带着去找海童。此刻的海童重新给自己煮面条做早餐，已经煮好了。他端着一大碗面条从厨房里出来，姐、小军，你们要吗？锅里还有的呢。